为期2天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18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峰会。这是中国同中亚5国建交31年来6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学者认为，中亚是“一带一路”首倡之地，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成果的示范区。此次峰会标志着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的正式建立，将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各自发展振兴、地区和平稳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8号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举行仪式，欢迎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的中亚5国领导人和夫人，并观看迎宾表演。此次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就新时代如何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中方立场，并着眼6国合作的长远发展提出系列倡议主张，宣布多项任务举措，全面规划中国中亚合作的行动方向。各国领导人将就机制建设、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深化中国中亚战略互信和重点领域合作寻求更多共识，为推动中国中亚合作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介绍中国中亚峰会时表示，2022年1月，习近平主席主持中国同中亚5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决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交30多年来，中国同中亚5国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双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开花结果。双方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力维护了共同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相信此次峰会将擘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开启双方合作新时代，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为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中国中亚峰会举办前，双边外交已经开始。17号下午，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共同见证签署经贸、能源、交通、农业、互联互通、人文、地方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18号，习近平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吉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又分别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举行会谈。习近平与各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签署经贸、产业与投资、海关、农业、人文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这个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来讲，这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那么中亚这几个国家呀，实际上和整个中国的这个西北，无论是安全环境还是经济发展，都联系特别的紧密。而且这几个国家呢，是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在历史上就特别紧密。那么过去的这个合作，实际上对双方来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就是通过这次的元首峰会，这个元首峰会之后，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上到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中国和这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今天在西安揭幕，这是中国今年举办的首场主场外交。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随着中国外交舞台进入到中国中亚峰会时间，全世界的目光与关注呢，现在也都在聚焦牵连古都西安。当然了，这也意味着中国元首高强度、高效率、时间精度、以分秒计的习近平外交节奏，也在古都西安再度精彩上演。我们都已经通过央视的镜头，见证了习近平外交节奏又一个非常温暖、也很有人情味的代表性的时刻。昨天啊，在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谈时，中国元首一开场就特别送出祝福，再次祝贺托卡耶夫70岁生日快乐。无疑啊，这是中哈元首互动的一个决定性的瞬间，也是中哈关系的一个高光时刻，更是记录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经典场景。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从昨天到今天，中国元首已经在西安和前来参会的
中亚5国元首分别进行了双边会见。必须要指出，那么除了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那么中亚其他的4国元首这次呢，除了参加峰会，都同步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当然呢，如果细究起来的话，土库曼总统其实呢，他是先行一步，他在今年元月已经成功对华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且呢，在这次访问中达成了将土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成果。所以在我看来，对峰会时间的关注，除了聚焦大会的议程与成果，实际上呢，这些个双边会也是同等重要的，透露了很多关键信息，也为峰会成功进行奠定了基础。比如呢，昨天在和托卡耶夫总统会见时，中国元首就特别强调，即将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将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合作步入新时代。这呢，实际上也是外媒的特别关注。今天，英国路透社发自西安的多条电稿都呢以此来作为标题 ：Central Asia forges ties with China as she touts enduring friendship。中国元首强调永续友好。中亚国家强化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同题的电稿持续在滚动更新到了第3版，它就是呢要补充这些个双边会见所释放的重磅的信息。那在您看来，这些双边会见释放了哪些关键信息呢？中国与中亚合作步入新时代又意味着什么？中国与中亚合作步入到新时代，这是怎样的一个合作新时代呢？中国元首周五在主持元首峰会的重要讲话中，一定会有全面深入的权威论述，也会给出清晰而且是令人信服、有号召力的行动路线图。所以明天中国元首在峰会上说什么、怎么说，关心中亚问题与大国外交的人都应该去用心聆听。路透社电稿引述中国外交部吹风称，说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峰会呢也将会签署重要的政治文件。可以预料，他们呢将会成为引领阐释中国与中亚合作新时代的关键的文本，这也是本次峰会的里程碑意义所在。更具体而言呢，本次峰会它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中国中亚机制的常态化。中国元首已经强调要将这样一个机制打造成推进6国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峰会它作为这一机制的顶格的外交安排，对于推动6国合作走深走实将会持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也将为推动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中国与中亚国家命运共同体来久久为功。至于深度合作的领域与方向，中国元首也在强调要着眼各国当前需要和未来的发展。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梳理这几天双边会见中提及率最高的关键词与共识性的表述，也基本可以概括出大致的框架。比如呢，5场双边会见都在强调“一带一路”，5国元首都表态要继续参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扎卡耶夫更是在会见中赞扬“一带一路”是伟大的倡议，而走过10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最初呢首次提出，也正是在哈萨克斯坦。5位元首都高度认同中国元首提出的3大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认同他们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样一种理念的高度认同与默契，无疑呢也将会奠定这些国家相向而行、无间合作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与中亚国家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叫 Albert Park， 他在接受采访时就乐观预期，随着中国中亚机制进一步推动经济融合，降低区内的贸易壁垒，预料呢这样一个记录还将会被持续的刷新。那这其中能源与粮食这2大领域呢，将会成为2大合作的亮点。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近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而美方也不断放出风声称，美国一系列高级官员或在未来几个月内访华。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拜登内阁3大部长，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商务部长雷蒙多，罕见对国会共同发出警告，渲染称，如果美国不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或增加投资，美国或落后于中国。
当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就提高债务上限、避免灾难性债务违约进行艰难谈判。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6号，布林肯、奥斯汀和雷蒙多3人共同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提出的2024财年预算案以及中美关系，而如何应对所谓中国挑战贯穿了整场听证会。在拜登内阁3大部长中，商务部长雷蒙多负责监督针对存在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的高技术出口控制。他声称，对制造业和先进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投资是保持对中国优势的关键。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在新一年缩减财政预算开支，其领导的商务部将无法继续现在的监督工作。This budget request is absolutely critical to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without this funding, or with substantially reduced funding,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we're putting both at risk. As has been said by Chair Murray, China is doubling down on its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and investments, and we cannot afford to slow down now. 根据美国联邦预算制定流程，政府首先向国会提交下一财年预算案，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审核后提出各自版本的预算案，再由参众两院跨党派预算协商小组最终讨论批准。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发布2024财年预算，预算总规模接近6.9万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申请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420亿美元，数额之巨令国际舆论哗然。外界预计，考虑到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几乎可以肯定，美2024财年国防开支最终还会高于这一数字。听证会上，防长奥斯汀也继续渲染所谓中国挑战，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部队，且舰队规模超过美国海军。奥斯汀表示，国防部未来的工作重点仍是延续美国全球霸主地位。Without a budget, it's difficult to execute the strategy as designed. We can't execute new starts, severe impacts to procurement, and it will affect readiness and our ability to build out our infrastructure as well. 此外，奥斯汀还拿台湾议题炒作，声称美国国防部正在为台湾制定一项援助计划，计划使用的是美国库存装备，随后可能要寻求资金来补充库存。而在外交方面，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新冷战，美国也没有试图遏制中国。他还宣称，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全面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坚决支持去风险和多元化，而不是与中国脱钩。We're engaged in an intens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cross many areas, but it's not in our interest for that competition to veer into conflict. If we can do anything to avoid that, and we're determined to do that. That starts with communication, so I couldn't agree with you more. I think we've shown recently that there is more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ith China. Most recently, our ambassador in Beijing and als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meeting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Wang Yi, over a couple of days in Europe. And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what we believe would be the right course is to now see more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in a sustained way across our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s, precisely so that we can make sure that at the very least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t's not only what's in our interest, b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looks to us to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We're determined to do that. 随着美债务危机引发多方关注，近几周来，美方转嫁危机的焦点并扯上中国的说法已不少见，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内的官员都曾炒作类似说法，碰瓷中国。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内阁级官员经常单独或与本部门官员一起出现在国会面前，但3名部长同时现身同一听证会实属不寻常，这体现出拜登政府对确保支出以解决对华竞争的集体关注。路透社则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争相表明，他们把中国视为华盛顿面临的最大挑战。像他们3个部长级的人物同时出席这样参院的一个听证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说中国问题一直都是在美国的大战略当中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哈。那么像去年的10月份
拜登政府发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觉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应该说通篇无论是谈到中国还是没谈到中国，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主旋律。无论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是对华战略，其实都基本秉持了一个叫投资、联盟和竞争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听证会上均强调，美方不寻求对抗、冲突或新冷战。事实上，不冲突、不冷战的言论，美方此前已多次发出，但与此同时，美方持续在中国周边拉帮结伙，打造对华包围网，其战略意图已相当露骨。我们说，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都是有两手的啊。那么在过去，在不是以竞争为主基调的这个年代里边，我们说它是接触加防范，或者说接触加遏制这样的一个两手。我们说这是旧两手。那么新两手，拜登政府的新两手突出的特点是一手搞竞争，一手搞管控竞争。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拜登政府应该说尤其的特别积极的强调这个防止冲突对抗，要加强接触对话合作的一面。我想这可能也和拜登政府国内面临的困境和在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效果不彰这样的一个现实是有关系的。当地时间1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称，拜登政府正考虑安排一系列高级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访华。作为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华之行后，美国与中国就实质性问题重新接触的努力的一部分。CNN 还披露，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都在考虑的人选范围之列，但可能的访问顺序仍不清楚。即使是参与有关计划的美官员，也不清楚具体细节。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对美国官员来华是持开放态度的，但首先需要美方拿出平等尊重的诚意。对于美国媒体不断放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明确表示，保持各层级接触沟通是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重要共识。两国外交团队的责任之一就是妥善管控双边关系，尤其是冷静稳妥处理一些意外情况。事实上，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我们予以尊重。因为我们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不尊重中国的利益，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向台独势力发出重要的错误的信号，我想这是一个中美关系当中阻碍两国接触对话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那么在其他方面，应该说美国在经济、在贸易、在投资方面，且不说就在科技方面，我们说科技方面，现在我们都已经基本上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就是要实现科技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一份采访中表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和平相处，但两国已走上相互冲突的道路。他还表示，双方应该尝试更谨慎的言辞来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并成立咨询小组，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奠定基础。对此，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予以回应。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19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将齐聚日本广岛举行为期3天的峰会。18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乘坐总统专机抵达日本，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峰会前，岸田还与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提前就涉华议题对表。实际上，日本此次主办G7峰会夹带不少私货，包括将举办地放在广岛，试图打造核武器受害者形象，以及首次纳入经济安保议程针对中国等。日本的私货外界是否买账？七国集团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同频共振？在影响力逐渐降低的背景下，G7峰会能激起多少水花？来看个报道。18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抵达日本广岛后，立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向拜登承诺，将在此次G7峰会上展现守护国际秩序的意志。拜登则表示，将加强两国在最尖端技术方面的合作，并感谢日本的参与。此前，外界认为美日领导人在峰会前提前举行会晤，就是为了就涉华问题对表，并在峰会期间展现更为团结的姿态。
不过，在前往日本的美国空军1号飞机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明确表示，拜登不会做出任何道歉。部分原因是拜登将出席的活动不是做出这种姿态的合适场合。This is him as one of the G7 leaders coming to pay respects and respects both for history, but also respects Prime Minister Kishida, who of course is from Hiroshima. 事实上，16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也在记者会上暗示拜登不会道歉，并回避了此话题。It's about the future. It's about getting the G7 together to talk about some comm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o lay a framework down to address tho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gether.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不止如此，将经济与安全捆绑作为核心议程，则是日本主办此次峰会夹带的另一丝货。今年经济安全保障被首度纳入 G7 峰会讨论的议题。共同社报道，多名 G7 相关人士透露，正在协调在峰会结束后的联合声明里增加一份专注于经济安保的附属文件。报道指出，岸田文雄向各国提出了要求，希望由 G7 作为核心，展示对中国等国家的明确立场。共同社认为，七国集团专门出台带有指向性的反对所谓经济胁迫的附属文件是非常罕见的行为。所以我说，如果说G7国家要想讨论经济胁迫的问题，他们首先应该考虑他们的大哥做的怎么样，然后你再考虑中国。有些国家正好呢，实质相反，要搞小院高墙，要搞这个阵营的对抗。而且有些国家呢，也恰好想利用G7的这个小院高墙来整治中国。我想呢，这种做法呢是违背大趋势的，因此呢，最后的效果可能也未必如愿。事实上，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会议安排，20号上午 ，G7 领导人就将优先讨论尖端半导体出口管理等经济安保议题。为了顺利推进此议程，日本政府将提前与美国英特尔公司、台积电、韩国三星、美光科技等半导体企业的高管举行会谈。日经新闻认为，世界半导体大企业的领导人齐聚一堂，举行类似会谈实属罕见。据报道，日本政府将考虑为这些半导体公司提供补贴，以鼓励他们在日本进行投资。事实上，美国近日致力于构建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加紧与盟友一起打造所谓芯片联盟，并且与所谓国家安全议题绑定在高精尖领域，加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在此背景下，日本在G7峰会期间拉芯片行业巨头开会，其配合美国针对中国的野心不言自明。沙利文更是毫不避讳地指出，预计G7将提出应对中国的基本原则。虽然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对华态度存在明显温差，但沙利文仍然认为，美国会致力于让成员国们找到共同的基础。在前往日本的飞机上，英国首相苏纳克也透露，所谓在对抗中国造成的危机及课题的思路上统一步调是峰会的优先课题之一。日本呢这次作为G7的主席国，他是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呢在亚太地区甚至在整个国际社会呢突出日本，刷存在感。因此呢在对华问题上他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呢，我认为呢，如果说在对华问题上完全取得一致，也不太可能。中国现在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很多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往来都非常的深。当然，个别问题、个别领域可能他们有共同价值观的追求，但是在很大部分的问题上，他们是有很大分歧的。外界注意到，作为一个仅有7个成员国的富国俱乐部 ，G7 在应对更大范围的全球性危机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此次日本作为东道主，刻意邀请了多个7国集团之外的国家元首出席，包括印度、巴西、韩国、越南和澳大利亚等。法新社称，日本制定此份长得不同寻常的邀请名单，就是为了弥补7国集团全球影响力的不足。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与西安峰会同步，另一场峰会周五也在日本广岛揭幕。日本作为东道主，从首相到媒体舆论都在鼓噪G7峰会会打所谓台湾牌。您对此有何评论？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已经在应询时再度严正回应，绝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势力以维护台海和平为由来束缚我们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手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和平的幌子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我之前呢在节目中也曾分析，在中国西安与日本广岛同步进行的这2场峰会，实际上也在世人面前竖起了一面镜子。究竟谁在鼓动阵营对抗、拉小圈子、搞小集团？谁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全方位多边合作？那么外界呢不难做出最直观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西安举行的峰会，包括中国与5位中亚国家元首的双边会晤，合作是提及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中亚峰会首场记者会所着力传递的一个核心信息是，中国和中亚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无意同其他机制来竞争。但是呢，我们从日本作为G7东道主的它的这个近期的一连串的异动来看，它实际上已经明显摆出了追随美国全面制华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不惜代价、毫无底线来做各种的议程操弄，它早就已经急不可待了。比如呢，上周日本外相就公开证实，所谓北约筹设东京联络处的这样的一个议程，再次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岸田文雄扬言要就台湾问题来交换情报，乃至日本媒体鼓吹涉台表述要进入所谓的G7峰会宣言等等。那么G7峰会此前也曾经打过台湾牌，但是外部的干预与介入对台海局势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改变吗？中国最高领导人说的再明白不过，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坚强信心与强大的实力。中国元首曾经在多边会议上特别引述这样一句哈萨克斯坦的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相信这句话在西安峰会的会场来讲的话，一定会激起强烈的中亚国家的共鸣。而在广岛现场讲这句话，这一定也会被视作是对东道主的有力的警告。因为德国早就有政府官员上周在发出公开的呼吁，不应该将G7搞成对抗中国的一个联盟。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即将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18号宣布将代职参选，目前将尽量的兼顾市政与选务。目前呢，有关其副手人选的讨论也很多，其中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动向最受关注，而蓝白合能否有突破也是重要看点。新北市长侯友宜已获中国国民党征召参选2024。侯友宜18号宣布将代职参选，最可能在10月提出请假。平常的工作节奏是，周一到周五上班日会先顾好市政，再以下班时间或假日安排选务活动，尽量兼顾市政与选务。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是大家帮忙的。针对民进党民代要求他为代职参选道歉，侯友宜表示，台湾目前处境艰难，百废待举，一个对社会有责任的人绝不能视而不见，应挺身而出。新北市会按新愿景目标持续推动市政，不但不停歇，还会全力加速。团队不管内部如何调整，最重要的选举不要影响市政往前走的力量。据透露，获中国国民党征召后，侯友宜阵营立即展开3项行动。第一是竞选事务全面付诸行动，从设置竞选办公室到招募相关人才都即刻进行。第二，在政策论述部分，除过去已有的想法外，也会与中国国民党智库和各界接触，会根据侯个人特色理念与中国国民党长期研究内容与历史渊源整合，并适时对外界说明。第三，则是立即展开拜会，除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与挺郭人士，还包括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企业界人士，甚至会有整合型拜会，盼巩固提振蓝军士气。侯友宜18号表示，郭台铭提出的3大理念跟他完全相同，未来一定会团结并肩作战。至于副手是否已锁定郭，侯友宜没有明确答复。香港中评社称，国民党重返执政只差1里路，接下来有很多难题要解决，包括党内团结问题以及蓝白合作等等。4年前国民党重返执政的形势一度大好，结果输在最后1里路。这次国民党同样情势不错，民进党去年年底9合1选举大败后元气大伤，迄今还未能挽回流失的民意。国民党若能汲取从前导致败选的教训，9合1选举效应就可能再起，离胜利也会越来越近。相关话题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黎先生您好。
新北市长侯友宜正式获国民党征召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郭台铭称赞侯是国民党内最好的人选，并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侯友宜胜选。那郭台铭的表态是否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危机已经化解呢？有蓝营人士就认为说，若两人能组成侯郭配，将整合蓝营士气。您对此如何看？首先就是，当然在这一次就说。中常会呢通过就说叫这个征召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并不这个出人意料啊。那么但是呢，大家感觉到就说郭台铭呢立刻呢就向这个侯友宜表示恭贺啊，另外表示要支持。但是问题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郭台铭的支持者呢却去国民党中常委呢去包围中常委要抗议。那抗议呢，跟警察也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后来还是和平收场。那么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了，就是说这些支持者是是自己去的，还是跟郭台铭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这个是我们还要再观察。如果说这个郭台铭很坚持的话，坚持不就支持这个侯友宜的话，我想这个整个这些人群龙无主也会解散。但是如果是郭台铭呢，保持一个弹性，让这些人呢继续这个在旁边就说有一个活棋，那这样呢后面就不是很妙。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因为郭台铭他自己就说整个也70多岁了，他跟我同年了哈，我想他也会知道，就是说不要这个最后这个名声毁在这个上面，跟国民党作对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另外呢，坚持一个下架民进党呢，那可能呢会在台湾呢反而得到人心，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现在有人讲，就是说整个就是说这个要这个侯郭配哈，我想这些人也不要自作主张，因为一个人人选他要找谁哈，这个要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因为郭台铭是个很强势的人，那尤其是郭台铭身边的人也很强势。如果说真是他们两个配的话，到时候在选举中间呢，如果发生一些摩擦呢，反而就是说与选群无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形呢，就是说让侯友宜自己去决定谁是他的副手。最容易搭档那么呢，只要这个下架民进党以后呢整个呢蓝营呢大家呢可以说呢各个发挥所长呢空间很大所以这个不要说这个现在呢就造成呢这个各有各的谋算呢，反而呢误了这个大事了，这样并不是很好。侯友宜将在5月20号国民党造势大会提出更详细的政策。那您认为侯友宜要想赢得人心，政策上应该怎么构思，尤其是两岸政策？明年2024选举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台湾人真正关心两岸。以前对于两岸的问题台湾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那很遥远，而且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呀，这个谁也不能决定谁，就不太管，这个就嘴巴叫叫，没有很真正的就说去注意。但是呢，因为美国呢，可以说呢，自从他这个去年呢，提出这个否定战略呢，然后传出来就是说要毁灭台湾呢，创伤大陆呢，然后让美国再次崛起。那最后又付诸行动，就台湾的兵役呢又延长，然后呢，就像这2年又讲说美国总统呢，可以授权5亿美金呢，就说可以随时给台湾把这个武器呢送到台湾来。那台湾人很清楚，就是你要把我复制成乌克兰的话，台湾人是不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过去呢，台湾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有的是这个惧怕统一，很怕统一，因为觉得两岸还是有很多差别。可是现在慢慢发现呢，我不要统，但我不是要独啊，尤其是我会拼掉性命去台独，我会不愿意啊。所以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要和平，要和谈，要发展，然后呢，等于就是说我们呢不要战争。那这个已经慢慢的台湾有一个共识，所以这个也是国民党这次要有一个着力点。所以呢，国民党在两岸来讲话，像侯友宜现在明确就是反对台独，其实呢，主张双方呢能够和谈，增进了解，增进交流，这个就是已经迈向一个什么，就是大家一个心灵契合这个水到渠成的一个统一，也就是和平的一个统一。但是怎么样让这个统一能够和平，能够圆满，能够呢让台湾人呢不担心，没有疑虑，
然后呢，两岸呢能够很融洽的统一呢，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这个可能就是说真正的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理性的台湾人呢，他们的一个心愿。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国际社会对停火止战、缓和局势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5月16号、17号2天，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乌，后续将访问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沟通。有评论认为，要彻底解决乌克兰危机，显然困难重重，但中方的行动无疑是积极信号。5月16号至17号，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期间，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李辉，李辉分别同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基础设施部、能源部、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见，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的通话为中乌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国应共同努力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把两国互利合作持续向前推进。李辉阐述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张立场，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个应该、4个共同、3点思考是中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遵循。化解危机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各方从自身做起，积累互信，创造止战和谈条件。中方愿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推动国际社会形成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公约数，为尽快止战停火、恢复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缓解乌人道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将继续向乌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乌方表示，很高兴在乌中两国元首通话后不久接待李辉特别代表访乌。乌方重视中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欢迎中方为结束战火、恢复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乌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乌中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这个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是起了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希望这个冲突进一步的扩大，都是跟中国一样，希望尽早的能够冲突能够停下来，双方能够找到一个政治解决的办法。所以从这现在来看呢，这个现在的这个趋势是向好的。另据塔斯社18号报道，乌克兰第一副外长贾帕罗娃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鉴于中国对国际安全的承诺，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经济大国的地位，解决这一复杂的局势不能没有中国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在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贾帕罗娃也在场。他表示，此次谈话是在建设性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交谈持续了59分钟，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针对卫视注意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也表示，俄方高度评价中方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贡献的诚挚意愿，并称俄方很熟悉李辉这位杰出的俄学家。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问称，乌克兰外长于本周赞赏中国发挥斡旋作用，包括近期推动签署黑海粮食运输协议。此外，李辉大使访问乌克兰期间敦促基辅同莫斯科开启谈判，但乌外长坚持任何谈判不得破坏乌领土完整，中方能否接受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以达到止战目的？汪文斌回应称，我们愿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推动国际社会形成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公约数，为尽快止战停火、恢复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乌克兰的立场很明确，就是要恢复1991年定下来的边界。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俄罗斯军队要全部撤出。俄罗斯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实际上呢，尽管我们的态度非常好，包括美国都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想取得成果或者很快取得成果，难上加难。